很多人說一輩子一定要去一次阿拉斯加，而坐郵輪是最方便的。但如果花了很多錢，結果期待已久的冰川並沒有想象中的近，看到的浮冰也沒有想象中的多，甚至期待已久的直升機行程，到最後1分鐘都不曉得能不能出發，這樣的阿拉斯加行程還值得嗎？所以今天到底会怎麼樣呢？我們不知道。我剛搭完最新的 Star Princess 回來，這一集一口氣分享我所停靠的幾個阿拉斯加最經典港口，重點是每一個港口我是怎麼選行程的，而且有什麼需要注意的。你好，我是 Alison， 我在這裡分享我的旅遊心得，尤其是郵輪的實戰經驗，歡迎訂閱。那我們現在馬上開始。第一個港口停靠在 Ketchikan， 這裡主要的景點是圖騰公園、伐木工表演，還有螃蟹吃到飽。我查過了，圖騰公園的話跟團去當然是最方便的啦，不然的話也可以自己搭巴士去。比較近的一個圖騰公園走路半個小時也可以到，但是看了照片之後沒有很吸引我，所以我就決定不去了。而很受歡迎的伐木工表演，聽說是很刺激很熱鬧的，不過我想說都來到阿拉斯加了，我想把時間留在風景跟街道，而不是坐在那邊看表演，所以我就選擇今天只在港口附近逛，而且從最遠的一個景點開始。從港口散步半個小時就到了圖騰遺跡中心，進去裡面參觀的門票是7塊錢美金，但如果買一張10美金的 Museum Pass 的門票的話呢，就會包含另外一個 Museum， 待會我就會去了，你看了就知道了。整個 Museum 就這麼大，全部東西都在這裡了，然後這裡有洗手間，後面那裡還有個展區，然後就這樣子。如果你沒有仔細閱讀每一個說明的話，大概10分鐘就看完了。來到這裡，除了可以看到150年前被搶救回來的30多座圖騰柱之外呢，其實室外的風景是更吸引我的，尤其是這一條現在看起來非常清澈的河，到了9月份鮭魚洄游的季節就會完全不一樣。接着我們步行到 Married Man Trail， 也就是已婚男人小徑。顧名思義，這是給當時去紅燈區尋找快樂的已婚男性，為了躲警察、躲老婆，用來快速逃到森林的一條小徑。而這些就是輔助鮭魚洄游產卵的魚梯。現在我們去第二個 Museum， 湯加斯歷史博物館。這就是我剛才花10美金買的 Museum Pass 所包含的另外一間博物館。這裡主要展示了 Ketchikan 的歷史發展，以前的淘金熱、漁業，還有伐木工業等等，這些我們都看不見了，除非你是9月份左右來。旁邊就是鼎鼎大名的 Quick Street 西街，這些蓋在河上面的可愛彩色房子，在淘金熱的年代，因為這裡靠近港口，有大量的漁工、船員還有淘金客聚集在這裡，就演變成了最熱鬧的一區。這裡有酒吧、各式各樣的夜生活，還有紅燈區。最有名的就是 Dolly's House， 據說那個年代一頓高級牛排的晚餐只要幾毛錢，但是在這裡過一夜的話卻要幾塊錢哦。而現在這裡變成一個小型博物館，花大概10美金就可以進去參觀了。差不多就這樣逛完了。在這個港口逛了3個多小時，現在已經把重點都看完了，然後要回郵輪上。本來我們有預約去吃那個螃蟹吃到飽的，但是我們覺得說，一大早11點就要吃螃蟹吃到飽，應該也吃不了多少。而且呢，如果我們選擇吃螃蟹的話，就沒辦法好好在這裡享受港口的一些重要景點，所以2選1，我們就在這邊逛。這裡還有免費的接駁車，但是他們去到的地方並沒有很遠，基本上用走的就可以走完了。景點非常密集，而且很有特色。除了看一些景點之外，還可以逛街買東西、吃東西。逛完一圈之後，我並沒有後悔沒有參加任何行程。到了隔天早晨，就是阿拉斯加郵輪中最重要的一個環節，就是冰川巡禮。我們這一次航程走的是 Endicott Arm and Dunes Glacier。早晨5點的時候，我們就已經行駛到冰川峽灣區域。不過老實講，當天所看到的畫面跟我本來所期待的有點不一樣。
我原本以為會看到大量的浮冰，甚至還有機會可以看到冰塊崩落的畫面，但事實上這些冰塊並沒有我想象中的多。我還開玩笑的說，怎麼今年冬天在紐約看到的浮冰比這裡還多啊？整個冰川巡禮的時候呢，船長還會透過電視還有廣播告訴我們外面的風景還有什麼特色要看的。除了在陽台房之外呢，別忘了也要上去頂層看一下不同的風景。我也有準備一個望遠鏡，希望可以在船上就看到一些鯨魚或是其他海洋生物，但是我是什麼都沒看到啦。其他乘客呢很興奮地說有看到鯨魚的尾巴。當郵輪行駛到看到冰川最好角度的時候，船長就會把船360度的開一圈，讓所有不同角度房間的人都可以看得到。如果想要更靠近的看到冰川的話，就參加這種價格不菲的行程，搭船帶你去看冰川。雖然這個冰川巡禮沒有我想象中的震撼，但也有可能是我自己期望的太高了。整體來講，整個體驗還是非常的棒，很慶幸自己有來。前一個晚上我們還特地訂了 room service， 但是像這樣子的海上日，他們特別繁忙，所以晚到了半個小時。如果你也想邊吃早餐邊欣賞美景的話，我建議在勾選選餐時間的時候，就選取提早半個小時。我們待會就要停靠在 Juneau， 那大家都推薦說，去 Juneau 的話呢，就要搭直升機，然後把我們帶到那個冰川上面，然後在冰川走一下。那我們訂的是最便宜的一個团，也要一個人460塊美金。為了安全起見呢，我們是跟郵輪公司訂的。那他們的取消策略就是，如果我們自己取消，然後又想要得到全額退款的話呢，那就是要登船的隔天的12點以前就要取消，不然的話呢，我們是不會退款的。那如果是他們因為天氣的關係而取消的話，那我們就可以得到全額退款，這是沒有問題的。但是問題是，因為他們很有可能到最後一刻才會取消，所以呢，你一定要想出一個 B 計劃。他有可能到了集合的地方才通知我們取不取消，也有可能把我們帶到機場了才取消，因為你看，因為天氣每1分鐘都在變嘛。然後也有可能就算不取消，也會叫我們等了幾個小时之後，可能還是會被取消哦。所以呢，如果你要搭直升機的話，要有心理準備，又或是真的要靠運氣。Juneau 這種天氣應該是標配。好，這裡有一些現場販售的團。我們的團應該是半個小時後要出發的，但是到現在他還說還在看天氣狀況如何，所以還不確定。所以今天到底會怎麼樣呢？我們不知道。看這一間老店，他說從最後面排到你要吃螃蟹要排1個半小時。我們還在等通知，到底出不出發？現在都1點半了。哦，好像有消息了，出不出發呢？我們的團確定要取消了，這樣也好，因為我覺得就算他堅持要飛，我也怕安不安全，而且能見度很差啦。我們飛上去什麼也看不見的話，花了一大筆錢，這樣也不好。那現在我們去 Plan B， 它就是我的 B 計劃。在 Juneau 有很多團供你選擇，從最親民的50多塊美金，到動輒就要1000塊美金的奢華體驗都有。最基本的就是要去看冰川。那我訂的這個團呢，就是除了看冰川之外呢，還會帶我去看鯨魚。整個行程是5個小時。這個團在 Get Your Guide 上面買的話呢，是200元美金。現在先走路去看瀑布。我這個团在冰川公園停留的時間比較長，所以才有時間走去看瀑布。不然的話，你可能只能在遊客服務中心逛一下，然後在門口看一下冰川，這樣就沒了。這個因為冰川融化所形成的瀑布，可以很靠近的感受水的衝力，還有水汽打在身上的那種感覺，非常震撼。接着我們快速的走回到在入口的遊客服務中心，這裡也有幾個觀景台，可以從不同的角度看到冰川。在這裡1個小時又20分鐘之後呢，我們現在要去下一個地方。15分鐘左右我們就到了碼頭。在這種天氣下，我們的解說員還是非常的熱情有活力，跟我們講解今天大概會看到怎麼樣的鯨魚，還有一些相關知識。
這裡有嚴格的保育規定，所以要跟海上的生物保持距離，不可以跟它們太近。我們只能遠遠的觀看，等待它噴水，然後出來露個臉，1-2秒之後呢，又潛回水裡面去。最精彩的就是它潛回水裡面去的那一刻露出來的尾巴。如果是跟公主郵輪直接買這個行程的話，沒有看到鯨魚，他會退你100塊美金。但是這個定義誰說的算呢？回程的時候在船上也可以看到冰川。如果你也要看鯨魚的話，做好防水防風的準備。我穿了2條褲子，戴了帽子跟手套，還是覺得很冷。郵輪只停靠到晚上的8點半。我們的團回到港口都已經7點了。淋了一整天的雨，覺得又冷又餓又累又髒，所以我們就回到郵輪上，完全沒有逛到Juneau的市中心，這一點還蠻可惜的。我們在這裡訂了一個坐火車的岸上觀光行程，我查過了，跟官方賣的車票呢只差10塊美金，所以呢我就直接跟郵輪公司買。那現在我們要出發，就是因為這裡會有落石下來。安全起見，我們要搭他們的車。我們的郵輪因為停靠在山坡這一邊，所以才要搭接駁車。很快，幾分鐘就到了。下了接駁車之後，旁邊就是火車站。We'll be traveling over 20 miles of narrow gauge track. 來到 Skyway， 我很明確，我一定要搭上這個觀光火車。我訂的是來回的火車票，大概是160美金，來回都不用換火車，也不用換位置。我建議坐在面對火車頭的時候的左邊，然後坐在每一節車廂的最前面或是最後面，這樣比較方便出入拍照。我們不可以跨到不同的車廂，只有工作人員可以。除了這個來回的火車之外，還有一個比較貴的團，就是只搭一層火車，然後另外一層是搭巴士，這樣就可以用不同的角度看風景，途中也會帶你去看一些景點。又或是完全不搭火車，而是搭巴士。除了在山路上看到火車之外呢，還可以到一些火車到達不了的地方。兩者都有優缺點。各位，這條鐵路被稱為世界土木工程奇蹟。我身歷其境之後，覺得這個稱謂真的是名不虛傳。我看到的不只是美景，而是人類為了追求財富和夢想，在這種極端的環境下，依然不願意放棄的精神。這一條鐵路是因為當年的淘金熱而建起的，目的就是要把港口的物資和淘金客送進加拿大的金礦區。35000多名工人在零下40幾度的寒冷中，沒天沒夜的工作，用了14個月就把這一條鐵路最艱辛的20英里路給鑿起來。在這樣子的環境下，無數的工人還有馬匹，有的因為過勞，有的因為意外而犧牲了生命。而現在變成了觀光火車，我們坐在位置上，穿過峽谷，跨過吊橋，穿過那些深不見底的河谷，看着垂直的懸崖，光看我都心跳加快了。很難想象當年的工人抱着什麼決心才會在這裡工作。感謝他們當年的犧牲，我們現在才可以這麼輕鬆地看到這些美景。在去程的時候，車長還會廣播告訴我們即將會看到怎麼樣的景色。花了這160塊美金的火車票，我覺得真是值回票價。好，現在我們在這條主街上走一下。下了火車之後，我們就去小鎮逛一下。在這裡到處都可以看到當年淘金熱的歷史，還有一些免費的小型博物館可以參觀。而這一間 Wet Onion Saloon 就是當年淘金熱時期在這一區最紅的酒吧兼妓院。以前會看到一些小姐姐從窗戶那裡露出長腿吸引客人，現在沒有了。如今來到這裡的都是郵輪客，所以這裡的1樓已經變成餐廳，上面就是一個 museum。整條街還會看到很多超人氣的小吃店，你看到人潮在那邊排隊就是了。30塊美金你可以體驗一次。Get something?
整個 Skagway 走起來非常舒服，而且很有特色，走到哪都可以看到雪山作為背景。Skagway 的美還不只是這樣，郵輪離開港口後的連續幾個小時，眼前的都是綿延不絕的雪山，倒映在清澈平靜的海面上。竟然在我離開的那一刻，才愛上了阿拉斯加。幸好這並不是我的愛情故事。最後一站來到了加拿大的維多利亞，因為航運法有規定，大部分從美國出發，然後又回到美國的郵輪，在中間要停靠一個外國港口，所以在回程的最後一個 Sea Day 就剛好停靠在加拿大。下了郵輪之後，我們就走了差不多10分鐘就到這裡了，沿路是非常舒適的一個步道，好像從你家門口出門散步的那一種感覺。停靠這裡的時間是晚上7點到午夜，原本是沒有想要下船的，但是想一想，來都來了，那就起碼要走到附近的漁人碼頭。結果沒想到，原來這裡這麼夢幻，一間一間浮在水面上的五顏六色小木屋，超可愛的。突然就捨不得回郵輪上，想說那就順水推舟，直接走到他們的市中心 Inner Harbor。整個路程走起來是非常舒適的。我們到了，這裡開始就是 Downtown。下了郵輪之後，就這樣走走停停，大概1個小時就走到這裡了。前面那裡呢，就是 downtown，非常熱鬧，然後沿路是非常舒適的一個散步的感覺，然後可以看到很多漂亮的海景，所以哇，真的是比我想象中的好逛這裡。我們剛好享受到夕陽灑下來的黃金太陽，非常舒適的散步了2個多小時，感受到傳說中加拿大的那一種安居樂業的氛圍。在這裡結束了延後了2年的阿拉斯加郵輪旅行。阿拉斯加在當地原住民的語言裡面是偉大的土地的意思，形容這片土地大到連海洋都顯得渺小。來到這裡之後，我才體驗到這個名字取得實在太貼切了，不止連自己也顯得非常渺小，連對大自然也產生一種敬畏的感覺。我知道我只看到阿拉斯加的一小部分，有機會的話，我希望可以再回來這裡，更深入的了解它。希望這些分享對大家的行程有幫助。謝謝你們觀看，那我們下次影片見，拜。